2年前如念爬上你的床榻，我们便狠心送他去军中学规矩，也不知他在军中过得如何呀。他一会儿就回来了，到时母亲一问便知。如念，臣女见过将军，见过老夫人。如念，2年过去，你可习得军中规矩？回将军，臣女习得。那你可知，作为女子，何事该做，何事不该做？回老夫人，臣女知道。这军营果然没有白去，如念看着比之前乖多了。那你日后还会再行不轨之事，侵袭你继兄，爬上他的床榻吗？请将军、老夫人放心，臣女这人上万将士监狱，早已沦为习妇，再也不敢肖像战将军。爹，你醒醒，爹！爹！你父兄随我出战，皆已为国捐躯，我公府只剩下你一个嫡女。姑娘要是愿意，我战意涵认你做亲妹妹，以后将军府就是你的家。哥。老夫人，如念她勾引兄长，竟然爬上了一涵哥哥的床。我不是，母亲，你要相信我，我没有。够了！你之前爱慕一涵，我念你年纪尚幼，不曾追究，可你怎能如此大逆不道，爬上你继兄的床？此事若是散播出去，你颜面何在？我将军府又该被外人如何议论？母亲，如念年纪尚小，发生此事，儿臣也有责任。儿臣定会严加管教，让他改过自新。可如念深受宠爱，若是留在福州，你们也不忍心教导呀。来人，将小姐带到城外军营。什么？哥，你要送我去军营？不，哥哥，不要！我求求你，此事万万不可！军中管教森严，即便是男子也受不了。你怎么忍心让如念一个弱女子前去呢？母亲，正是因为军中管教森严，如念她性情顽劣、叛逆，到军中可以磨练她的心性，让她学会收敛。将柳如念带到城外军营，严加调教，让她学会什么是规矩。我不去，放开我！去吧，这样安排都是为了你好，否则此事传播出去，我
外人该如何看你呢？你且去军中历练些时日，等你真正改过自新，到时候我自会来接你。不要，哥，她这一弱女子进军营，我还是放心不下呀。如念可是将军府的大小姐，不会有人为难她的。柳小姐，你既然来到我们的地方，就应该忘掉自己的身份，按照我们这里的规矩办事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放开！放开我！我去！要是我哥接我回去，你们全部都不得好死！你以为自己是国公府的嫡女吗？你醒醒吧！你家战将军早就把你送到这里当军妓了，怎么，你还望着他回去啊？啊？不可能，他不会这么对我的。你马上就被千妻万岁了，你家继兄怎么还不接你啊？我赵军人最不喜欢浪费了，来，兄弟们，都到外面排队。是。哥，救我！我知道错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2年了，也不知如念在军中过得如何。母亲放心，有我在，必不会让妹妹受委屈的。7日之后便是我大婚的日子，恕母亲实在放心不下，我把妹妹接回来便是了。好呀，2年了，再坏的心性也该学好了，快去接妹妹回家吧。好。让人快点！你还敢偷懒？奴婢没有，大人饶命！啊，你还敢狡辩！去，赶紧给老子滚回去！快点，滚！不知大人来此有何贵干？战将军定亲在即，快来接大小姐回家。什么？战将军要接柳如念回家？啊，好说好说，我这就让侍女给她清洗干净，再去迎接战将军。一个人尽可夫的媳妇而已嘛。定要物尽其用啊！既然你要回去了，那就好好伺候本将军最后一回。哎呀，该说的不该说的，我相信你心里清楚啊。若是战将军知道了，你给我等着。哎，回去啊，记着多谢季小姐。若不是季小姐跟战将军定亲，
这战将军也不会想起你来呀？啊？你说什么？我哥跟季青青定亲了。我哥跟季青青定亲了。如念，今天是你的生辰，为兄有礼物要送给你，打开看看。哥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你现在是将军府的大小姐，哪有什么配不上的？一涵哥哥，芊芊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妹妹柳如念，芊芊也算是我的青梅竹马，她以后也是你的家人。见过青青小姐。这不是将军府的祖传玉镯吗？传闻只会留给詹家未来的少夫人，怎会在你手上？原先以为你就是我的归宿，现在想来，不是我自作多情。前程何时双手，唯愿你能得到拯救。柳如念，还不快给将军行礼！奴婢知错，奴婢再也不敢了。你是如念？赵副官，哎，他怎么穿成这样？啊，回禀将军，他一听说您要来，他就发狂撕了自己的衣服。柳如念，你真以为这种博取同情的行为会让我像以前一样心软吗？韩哥哥，喝茶。哥哥，那茶好像有问题。哥哥，你清醒一点，我是如念。奴婢再也不敢有非分之想。景将军恕罪，景将军恕罪。将军，我赵副官，你调教的不错，当初把他送进来就是正确的选择。带他回府。是。
尊女柳如念，见过老夫人。如念，快起来！2年不见，果真是乖巧了不少啊！来，坐下吃饭吧。如念，你怎么这么憔悴啊？不是在军中只是磨砺心性、练练规矩的吗？如念，饿了吧？这是你最爱吃的辣椒炒肉，快尝尝。一涵哥哥听说你想见他，特意让我送来一道菜，给你补补身体。这道辣椒炒肉的味道，你可要记住了。敢把军营里的事说出去，让你生不如死！是奴婢自己娇生惯养，在军中不肯吃东西，饿受了自己，请老夫人恕罪。如念，如念，你快起来！如念，一涵，你看看都成什么样了？原来那个活泼的如念都去哪儿了？站起来！谁让你见人就下跪的？说话！做出这副样子给谁看？这不就是将军想要的吗？将军教奴婢的规矩，奴婢刻骨铭心。如念，你是将军府的大小姐，别再自称奴婢了。告诉阿母，你在军中是否受了委屈？是啊，如念，一涵哥哥亲自嘱咐过赵副官，要对你格外关注。在军中有将军给你撑腰，又有谁敢为难你呢？一时同情，只会让他忘了前2年的教训，把地上清理干净。是。如念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这好端端的怎么还出血了？此处出血是女子多年不育之隐疾。告诉阿母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还有了？哼，这女人真麻烦。敢问副官，这孩子的父亲是谁？金云中那么多将士，老子哪知道是谁呀？我还想知道呢。不管他怀的是谁的种，先给他打掉再说。卑职这就去准备堕胎药。用药多浪费钱呀，对付他这种人，用不着这么麻烦。喂，放开我！我让你为野种，我让你不要脸！孩子，没想到你命大活到了今天，连我都不敢相信。如念，告诉阿母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如念自己笨手笨脚打碎了碎瓷片，害母亲担心了。奴婢见过将军。起来吧，明天母亲寿宴，世家权贵都会到场，你可准备好了？准备什么？难道将军又要将我送走？我保证，我绝对不会丢人现眼的，请将军高抬贵手，留下我吧。你这是做什么？将军，我已经无处可去，只有一个人，求将军不要把我送给别人。你放心，将军府就是你的家，只要有我在，没人能带走你。你准备好参加明天的寿宴，会见客人。真的吗？你是将军府的大小姐，理应出席。明天见到外人，不要忘了你的身份。
是，这才是我的身份。他让我去宴会，我是为了羞辱我罢了。陆老夫人哺乳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好，好。老夫人寿辰过后，便是季小姐过门成亲。将军府可真是双喜临门啊！攀上将军府的高枝儿，这季家以后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。这不是入军受罚的柳如念吗？他怎么回来了？谁让你来丢人现眼？赶紧滚出去！青青，是将军他叫我过来的，你还敢顶嘴？看来你挨打都忘记了是吗？我现在就让你长长记性。放肆！这可是我要送给老夫人的极品寿品！你，柳如念，你又在发什么疯？一涵哥哥，他根本就没长教训，你就不该把他从军营里带回来。就是他勾引季兄，破坏了将军府的清誉。老夫人好心收养他，他居然做出这种不要脸的事情来！我让你来野种，我让你不要脸！明天见到外人，不要忘了你的身份。我不要回去，我不要回去！死疯子，你闹够了没有？如念，如念，如念，你走了，如念。柳如念，你又在装什么可怜？一涵哥哥，你快把他赶出去！大家都在看我们笑话呢。你给我闭嘴！大夫呢？快把大夫叫来！非常在。他身体状况怎么样？大小姐五脏俱损，脉络微弱，能活到现在已经是喜境。什么？他只不过是饿瘦了，怎么会这么严重？他的身子已经虚弱到了极点，只有长年累月的虐待，他的伤势才会如此严重。虐待？你的意思是我妹妹在我的军营里遭到了虐待？当年我亲自下令让赵副官对她严加管教。照你说的，如念是被我害的不成？啊！卑职不敢。可大小姐的确伤势严重了。说真如你所说，那她身上定会有很多疤痕。你给我看好了，如果没有疤痕，我唯你是问。将军要在大庭广众之下验伤，若大小姐醒来发现，她颜面何在呀？让开！怎么会这样？你们看，他背上简直是惨不忍睹。战将军还说没有虐待，这不是虐待是什么？淑念，你受了这些委屈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来人，把赵副官给我叫过来。这2年在军营里发生了什么？我要找他问清楚。将军，饶命啊！柳如念身上的伤是怎么回事？我让你监督他学好规矩，你就是这么给我看人的？卑职只是按照军规行事，绝不敢违背大小姐的意愿。若是将军不相信，等大小姐醒来，你亲自问她便是。你以为自己是国公府的提名啊？你醒醒吧！你家战将军早就把你送到这里当军妓，怎么？你还未找到回去啊？啊！你马上就被千禧万岁了，你家继兄怎么还不接你啊？淑念，你醒了。奴婢失错，请赵大人高抬贵手，放过奴婢吧。奴婢知错，奴婢知错，奴婢知错。有我在，你不用害怕，你已经回家了。哥，淑念做噩梦喊的都是你的名字，你还说没有虐待她？卑职，卑职。淑念，你如实告诉我，你身上的伤疤到底是怎么来的？
将军要是知道你是个人尽可夫的军机的话，他一定会百倍千倍的责罚你。喂，回去记得管住你的嘴。大小姐，大人问您话呢。是我在军中屡犯军规，才受到责罚，这伤疤都是我自己罪有应得。淑念，当真没有人虐待你，现在由我给你做主，你不用隐瞒。将军上次为我做主，将我送去了军营，我自然知道将军的厉害，不敢有所隐瞒。如此说来，要不是你顽固不堪，赵将军也不会用刑责罚。他所做的，又岂止是责罚这么简单？你说什么？他除了对你用刑责罚，他还干了什么？卑职谨记将军命令，卑职不敢坏了规矩啊。大小姐此话不过是发泄情绪罢了，你说对吗，大小姐？那倒要好好感谢赵副官管教之责了。下去领赏吧。谢将军。将军，卑职来为大小姐请安。有何不妥？往来流利，有如滚珠。大小姐似乎是喜脉。放肆！你刚才说他受人虐待，现在又说他遇喜，难道又是本将军疏于管教，让他在军中受害了？卑职不敢，只是这脉象是卑职看错，请将军恕罪。再敢胡言乱语，休怪我军法处置。你把身体养好，别再让母亲和我担心了。多谢先生为我保密。大小姐，您快起来。我的确怀有身孕，但是麻烦先生千万不能告诉战将军。大小姐，难道您在军中？先生不必再问了，我只想保留最后一丝尊严和体面。卑职愿意保密，可这孕期反应会越来越严重，将军迟早会发现的。不如早些告诉将军，他还是关心大小姐。他的关心让我沦落到如此田地，我实在是不能承受更多。若是真的有那一天，我自会与将军说的，还望先生成全。早知道你在军营里受这么多苦，我当初就不应该同意把你送过去。快吃点，这可是我亲手做的，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。谢谢母亲。母亲，母亲，你没事吧？我的孕吐居然来得这么快，柳如念，这可是老夫人的心意，就算你不领情，你也不能这样吧？我不是故意的。这才回来几天，就开始不安分了。军营里学到的早就忘了吧？一口饭而已，何必动这么大的气呢？母亲，他处处忤逆，不就是因为我把他送到军营，心怀不满吗？好，既然在军营里学到的你早忘了，那就在将军府好好学，别会为止。柳如念，滚回你的房间去，任何人不准送饭。我这是要死了吗？将军，大小姐在军中已经落下了病根儿，她身子已经经不起折腾了。可她不是违反军纪，咎由自取。为了将军府的规矩，吃点苦又算什么呢？规矩难不成比人命更重要？是不是如念死了你就满意了？你们都下去吧，我有话要问如念。孩子，快吃点吧，都饿坏了。如念啊，你从小生性活泼，遇事从不低头。可你从军中回来，性格像变了个人似的，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？你怎么了？怎么又吐了呢？难不成……如念，你这肚子怎么比之前大了些？母亲说笑了，我尚未婚嫁，怎么可能遇喜呢？那你这肚子……只是府中的饭食尚可，我吃胖了一些。也是，一涵在军中定会为你做主，不会让你受苦的。
只是你这憔悴的容貌丝毫没有改变呀。没事的，母亲，我只是有些累了。这天色也不早了，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。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你还年轻，还有上好的前景等着你呢。是，我还年轻，可我的未来早就被毁了。既然你要回去了，那就好好伺候本将军。他有了，哼，这女人真麻烦。如念，起来吃药了。我不是人间可夫的君妻，哥哥回来救我的。你说什么？如念，你醒醒。你刚才说的军纪是什么意思？将军听错了吧？可是你刚才在梦中呼喝。如念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没告诉我？没有，在军中有将军的特别关照，没有人会欺负我的。昨天是我不对，我不该因为季青青的一句话就把你禁足于此。最要紧的是你的身体才对。如念，你愿意原谅哥哥吗？好，但我有一个条件，军营里面有一个我很在意的人。民女阿田见过大小姐。你这是做什么？我们同病相怜，我答应过，一定会救你出来的。小姐，没想到我还能活着再见到你。刘如念，今天我必须谢谢我。阿田，赵大人，求求你行行好，放过如念吧，让我代替她。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一涵哥哥，你看到了吗？他竟然把那个军纪带回来！别拿你的脏手碰他！你这是做什么？刘如念，你怎么能和这种人混在一起？你知不知道她是被卖到军营千人骑万人睡的妓女？她连肚中孩子的亲生父亲都不知道是谁，你怎么能把她带到将军府来？你要知道，一个女人想在军营里活下去，要付出怎样的代价？你以为她是自愿侵占自己的吗？你还敢跟我顶嘴？怪不得你回来之后变得越发顽劣，就是因为结交了这种人。寻常女子要是遇到这种事，早就蒙羞自杀了，哪像她这般还活到现在，让家人蒙羞。将军，你的意思是，将军府容不下这样的人？那是自然，像她这种人，只会脏了将军府的门楣。你哭什么？阿田能见到小姐，已经很心满意足。小姐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别碰他！詹一涵，你非要做到如此境地？阿田他可是救过我的命啊！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可以让他留下，但他肮脏卑贱，只配做个洒扫下人，不配和其他人同吃同住。来人，把他送到马棚。不行，不可以！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！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即将临盆，还要做这些粗活，不吃饱怎么行？将军要是知道了，又要疑心小姐了。快回去吧。你只管照顾好自己，他那边我会想办法的。我说怎么有股骚臭味儿啊？原来有个军妓流进来，你们关系如此好，
想必在军营里也一定是同甘共苦吧。刘如念，你还有脸回来当什么大小姐？我看你根本就是和她一样是个下贱的军妓，不准你对小姐无礼！贱人，我说话你竟敢以下犯上！季青青，你不要再无理取闹了。谁说我无理取闹了？本小姐的手镯掉水里了，她要是不给我捡回来，我就让人把你和你肚子里的贱种一并打死！愣着干什么？不捡啊！阿天他即将临盆，你现在让他下回去捡镯子，不是要他的命吗？我可是未来的将军夫人，你敢违背我的命令？你不用听他的话，将军不会允许他为非作歹。贱人，你真当一涵哥哥会向着你？他不去，那你就跟我下去捡。啊，小姐！没事吧？一涵哥哥，还好你来得及时。如念她是自己落水的，明明是你把小姐推下去的。你还敢狡辩？我亲眼看到你把如念推下水的。一涵，我才是你未来的夫人，你为什么总是放不下这个贱人？婚约取消，赶紧滚回你们季家！要是再出现，我就带兵踏平你们季家！将军饶命！还不快滚！如念，你脖子上的疤痕怎么回事？你果然和那个军妓混在一起，竟然还敢跟他出去鬼混！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你自己看。我当初既然信了你的鬼话，把那个军妓留在将军府，还把你带回来，就这么一点红痕，你都要疑心我至此。你当时看到我满身伤痕的时候，你为什么无动于衷呢？少废物！你现在就去把那个军妓给我赶出将军府！不去，阿田他是无辜的。刘如念，在军营里学的规矩你全都忘了是吧？那我就再把你送进去调教2年。你明知道那是我最恐怖的噩梦，你还要用回军营来要挟我是吗？要么把那个军妓赶走，要么我送你回军营，你自己选。好，我现在就去跟老夫人告别。回军营。刘如念，你真要为了那个军妓决绝至此吗？是。如果我说你把他赶走，我就娶你做我夫人。你说什么？如念，我知道你一直倾心于我，但我碍于季兄妹的关系，不敢面对。这2年时间，难以磨灭你对我的感情，但足以改变我对你的心意。如念，你是那么冰清玉洁，温柔体贴，但从军营回来之后就变得难以琢磨。如果只有嫁给我，才能让你回到从前，我愿意这么做。从前这些话是我最想听到的，可如今听来，我只觉得可笑。刘如念，嫁给我不是你一时的执念吗？否则你当年怎么会爬上我的船卡？不要再为了你的自尊一再否认了。我知道你只是交友不慎，被那个军妓带坏，才会变成现在这样。只要你发誓以后不和他往来，我就明媒正娶，让你做最尊贵的将军夫人。你以为我想要的是将军夫人的位置吗？当年我父兄战死，是你信誓旦旦的带我回家，我想要的只是一个家，你却亲手把我推进了一个又一个的火坑。我送你去军营是为了你好，难道这也是我做错了？你错了，我都不知道我在军营里经历了什么。你是说他们让你做粗活，吃不饱，穿不暖？刘如念，你能有这样的待遇，已经是我让人特殊关注了。你别矫情了，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军营，你以为你会沦落成什么样的后果？那个军妓就是你最后的下场。这么说，我还要谢谢你，
谢谢你愿意高高在上的施舍我，给我一个机会吗？既然你能明白我的苦心，就不要再胡扯了。走，我们现在就去把那个军旗赶走，到时候我会和母亲说清楚，许你过门。战意涵，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。我已经不再计较你的过去了，你到底还要本将军怎么做？我在军中被将士监务，作为跟阿田一样的军妓，你还要我吗？如果你知道我跟阿田一样被将士奸污之后不明不白地怀上了孩子，将军，你还愿意娶我吗？你说你不计较我的过去，但我所有的耻辱都是拜你所赐。你在营中有了陈月，这怎么可能？哥哥，你还会要我吗？好，我明白了。将军收如念为义妹，如念所做之事令将军蒙羞，现今愿自愿断绝关系，同阿田一同离开，望将军成全。住嘴！本将军不相信你说的话。如果你在营中被人玷污，赵副官肯定会告诉我，我也绝对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。你这套荒唐的说辞儿，是跟那个军妓学的吧？你说这些不就是想证明我当初送你去军营是错的吗？既然你那么想跟那个军妓在一起，那我就成全你，送你们一起去军营。不行，不可以，我会死的。来人，柳如念是逆犯上，把他带去军营。不要，哥哥，不要，不要！阿田，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答应你，一定会带你离开这里的。我们现在就走。哟，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这不是我们大小姐吗？不在将军府享福，怎么又回到我们地盘了？不在将军府享福，怎么又回到我们地盘了？我是奉将军之命带阿田离开这里的。别装了，明明是将军厌弃你是个军妓，所以把你丢到这儿，自生自灭。你还敢在这里假传命令？你放肆！我现在就要去找将军。哼，当初我就是领了将军的命令，好好调教了你。这次大小姐故地重游，那我更要好好招待一番。敢！哎呀，大小姐你糊涂了。既然将军同样你进军营，也意味着他默认了我们可以随便怎么对你，是你自己找尽了死。你不要碰他！啊！我去你的！这疯子可有我，给我弄死他！将军，你们平时就是这么对待我的人的？不干我事，将军饶命！将军饶命！你们的见面根本偿还不了我妹妹受的屈辱，将军要诛你们九族！将军，我可都是按照你的吩咐管教大小姐，绝对没有半点丝毫怠慢呐！将军亲眼所见，你还敢狡辩？是他阿田勾引将士，卑职只是军法形式而已，我有人证。传军医，传军医，快！将军，这是营中的军医，还可以为卑职作证。一五一十的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启禀大将军，确实是大小姐勾当在先，众将士都可以作证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试图通过刑罚打掉孩子，隐瞒罪证，实属罪加一等啊！哥哥，你听。
听我解释。你解释什么？我平日里待你不薄，你在我眼皮子底下都可以做出这种作践自己的事儿。母亲平日在营外为你操劳，你这样做对得起她吗？我没有，是他们诬陷我。说，奸夫是谁？我要把他碎尸万段。你可以不要逼我了吗？事到如今，你还不肯说？哥哥，连你也要对我严刑逼供吗？淑年，我知道你是被奸人所害，才干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。说吧，他是谁？我的确所托非人，但我是不会说的，因为我一旦说出来，你一定会后悔你问出了这个问题。你还要为他包庇是吧？好，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。战一涵，阿铁他是我活下去的唯一希望，你要是敢动他的话，我是绝对不会原谅你的。我说，从你把我送回军营开始，我就被打下了烙印，沦为了军妓。奸夫是他，是军营里的所有人。你之前说的都是真的，是我亲手把你送给了这群畜生。现在你满意了吗？可以放过我了吗？现在你满意了吗？可以放过我了吗？将军，这群畜生，说到底是谁？将军，我是冤枉的。谁说实话，谁就可以活。3、2，我说，张将军，是季小姐让我忙着你，这一切都她计划，不关我的事啊。季青青，果然是你。带兵踏平季下，不留一个活口。是。大小姐，我知道错了，往你高抬贵手，然后我那条狗命。我不是人。淑媛，是我错了，我辜负你了太多，给我一个机会吧，我能补偿你的一切损失。我已经说服了母亲，她不会再反对我们。至于其他人，我不想管。淑年，求你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否则这将会成我这辈子的遗憾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这些银子你拿着，回乡置办田产，好好的把孩子养大。小姐，那你呢？你怎么办？我就留在这儿，只有我留在这儿，你才能好好的离开。这是战野汉他答应我的条件。不要哭，走吧。别回头。淑年，不要怕，我就在你身边。这2年你消瘦了不少，都怪我，让你在营中吃了那么多苦。淑年，我没有告诉过你，我真的很想你。淑年，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还在怪我？没有，我只是想起了2年前的一个晚上，你也是这样看着我，仿佛我们之间不再是继兄妹。可是第2天，你就义正言辞地把我送进了军营。战遗憾，
我不敢赌，谁知道你的温柔的背后是怎样冰冷的一把刀。淑年，是我错了，我之前太过爱于继兄妹之间，不敢面对我们的感情。我以后不会再这么想了，给我个机会好不好？每一次动情的都是你，上一次，你让我荒废了2年的青春，背负了一生的骂。这一次，你又想让我付出怎样的代价呢？淑念，你别再说了，战一涵，你的爱，我承受不起。我的家人都死了，都是因为你，柳如你。柳如念，我等你等的好苦。你要做什么？你和一涵哥哥如胶似漆，可知他手上还沾着我家人的血。要不是我也不会遭此灭顶之灾。我只恨你家人都死绝了，不然我也要让你尝尝知妻死在面前是什么感觉。你以为杀了我，战一涵他就会多看你一眼了吗？只怕是让他更记恨你。你以为我傻吗？杀了你会让他用余生还你，而我只要毁了你的脸，很快就会嫌弃你丑陋。你为什么如此对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他的心里只有你这个贱人？是你自己咎由自取，把自己逼上了绝路。住手！季景谦，你别伤害如念。他害死了我的家人，我要让他付出代价。如念差点被你害死，是我为了给如念报仇，才带兵踏平了你们季家。你有什么仇可以冲我来？你以为我不想？可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，你让我怎么恨你啊？季景谦，你先放了如念好不好？我可以放过你，你的家人我都可以分光大葬，只要你不伤害如念，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。你这么想让他活下去，那你带他去死好了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你放了他。你疯了！这是我欠他的。你这么爱他，那好，反正我也无路可走，就让他成为你永远的遗憾。如念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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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夫，快叫大夫！我真的好累，现在终于可以休息了。如念，你不要睡，大夫很快就来了，你一定要坚持住。无论我亏欠了你什么，这条命就当是我还给你了。下辈子我再也不要遇见你。如念，如念。如念，我与你生同亲，死同血，从今往后绝不分离。如念，是你吗？如念，如念，如念，你是不是还活着？你为什么要躲着我？小姐，为什么不告诉他
你还活着？我已经为这份感情付出了代价，我不想被张以涵的愧疚捆绑，蹉跎一生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彻底离开将军府，不再受任何人的掌控。这份来之不易的自由，我要自己把握。话虽然这么说，但你也不用假死骗他吧？我最好的青春都浪费在了军营里，那个时候他对我有过半分怜悯。与其让他回头是岸，我情愿看他永远沉。这就是女人的报复吗？走吧，我们离开这片伤心之地，带我回你的家乡。